如何成为知识型 YouTuber？ 第5.2集：短片叙事的方法与特征。谢朝中作。短片叙事的方法： 1. 叙事视角 2. 叙事时间 3. 叙事结构 4. 叙事策略。 1. 叙事视角 A. 第一人称视角 B. 第二人称视角 C. 第三人称视角。 A. 第一人称视角。因为手机的贴身，短视频常以第二人称对你说话、抱怨、倾诉。例如在感情心声3D 小沙弥总是劝人想开一点，又如 Koda 常用趴趴熊的形象对你倾诉。第二人称视角，常常女人独眼，男人提问。例如30岁了又怎样？这首歌由旁白问你几岁了，还每天出去浪。然后独唱的女人唱出不管30、40、50都无所谓，自我解嘲。应征场景也常用第二人称视角，例如 Banana 蓉蓉录了许多这种短片。另外也有许多大人问小孩、笨小孩或搞怪小孩的场景。C. 第三人称视角。短视频常由客观的第三人讲一些格言、劝诫或建议。 2. 叙事时间 A. 平铺直叙 B. 场景夸大。 A. 平铺直叙。短视频的新闻叙事顺序主要是选择顺序，也就是说，叙事是基于事件的发生过程。例如许多短视频以“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”开始，尽管不一定是真的。D. 场景夸大。叙事以场景为主，同时灵活运用特写或延伸等方式联合叙事。例如当员工是富二代中的许多短片中，公司主管 Q 姐发现小职员原来是富二代时，都用延时特写的方法来呈现他的感受。 3. 叙事结构 A. 无结构 B. 传统叙事结构 C. 风潮式结构。 A. 无结构。在短视频中，非结构化、脱离现实、无厘头的叙述占多数。D. 传统叙事结构。传统结构按事件先后顺序叙述呈现，在短短几十秒的视频中，按照事件的发生、经过、结果的顺序进行叙述。例如建筑三兄弟平铺直叙的风格。C. 蜂巢式结构。看短视频新闻，它们也具有蜂窝结构的特征。也就是说，在每个短视频叙事事件的一侧，几个相关的短视频一起为一个新闻事件服务，形成一个连续的叙事。最近更是流行5分钟以下的连续短剧。4. 叙事策略。不同于传统文本中陌生化、设置悬念、超文本技术的叙事方式，短视频的叙事以视觉效果为主。它的叙事的主要策略是专注于从小事中看到大，并详细描述叙事。短片叙事的特征： 1. 叙事去文本化 2. 标题是叙事的一部分 3. 碎片化叙事 4. 善用网络流行语及音乐。 1. 叙事去文本化。叙事以短视频的形式呈现，视频成为叙事的核心环节。去文本化成为叙事的新常态，
叙事学提出了新的理论发展要求。2. 标题是叙事的一部分。短视频的标题是完成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事件中起到解释、强调、引导情绪的作用。3. 碎片化叙事。短视频以短著称，要在短短几十秒内完成事件报道，它们往往没有完整的叙事时间和空间。拍摄事件的关键图片通常用于快速报道，呈现碎片化事件叙事趋势。4. 善用网络流行语及音乐。大多数短视频都使用背景音乐和音效。使用背景音乐和音效更能吸引受众的注意，带动受众情绪，引起受众情感的共鸣。使用网络流行语及音乐，使得短视频更紧跟媒介发展，贴近受众，